我靠敲墙听音为生，不是装修工，是探学师，一种几乎失传的行当，专为老宅、古建、陵墓探查内部结构、墙壁夹层、地下暗室、墓道机关。工具简单，一把特制的小铜锤，一只听音用的兽骨耳背，还有一双比蝙蝠更灵敏的耳朵。我能从敲击的回声里听出砖石的厚度、木质的腐朽程度、空洞的大小形状，甚至某些不该存在的东西。比如现在我在为一位姓顾的收藏家检测他刚买下的民国公馆。公馆荒废多年，据说最后一任主人40年代末匆匆离开，再没回来。顾先生想整体修复，担心结构有隐患。下午3点，2楼西侧走廊尽头，光线被厚重的天鹅绒窗帘挡住大半，空气里是灰尘和旧木头的气味。我举起铜锤，轻轻敲击面前的樱桃木护墙板，咚咚咚，回声沉闷扎实，木质致密，没有虫蛀。我移动脚步，连续敲击，咚咚咚，咔，不是回声，是一声极其轻微的类似齿轮卡顿的异响，夹杂在正常的木质回音里，几乎无法察觉。但我的耳朵捕捉到了。我停住，屏息，再次敲击刚才的位置，咚，回声之后大约半秒的延迟，那声咔又出现了，更清晰了些，不像机械，倒像牙齿轻轻磕碰的声音。我皱了皱眉，把兽骨耳背紧紧贴在墙板上，用铜锤极轻的有节奏的叩击，哒哒哒，声音通过骨骼和碑体传到，在我耳中放大解析。木质纤维的振动波纹正常，但在波纹深处依附着一缕极其微弱却异常规律的杂波，它随着我的敲击节奏共振，像是有东西在墙壁深处模仿我的敲击，并加上它自己的一点注解。那咔声就是注解。更诡异的是，在这杂波里，我还听到了一丝几乎消散的水汽感，不是潮湿，是更流动的，带着微弱腥气的湿润感，像河底淤泥被搅动时散发的气息。可这面墙位于2楼走廊，外墙干燥，内部也无水管通道。顾先生在一旁看我神色凝重，问道：林师傅，有问题？这面墙后面，我斟酌着词句，可能有夹层。回声不对，里面不完全是实心的。我没提那咔声和水汽，干我们这行，有些听到的东西只能烂在肚子里。祖训有言，砖石有隙，可窥其形，回想异样，莫究其源。有些源不是活人该碰的。顾先生眼睛却亮了。夹层？难道是藏宝室？能打开看看吗？我本能的想拒绝，但那异常的咔声和水汽感，像一根细刺扎在听觉神经上，让我不安，也勾起一丝职业性的探究欲。需要进一步确认，动静会比较大，可能损坏墙面。尽管是。顾先生很兴奋。我换了稍重的铜锤，选取几个关键点位，用力敲击，同时将耳背贴得更紧，全神贯注地捕捉回声的每一丝变化。砰砰砰，沉重的敲击声在走廊回荡，墙板震颤。这次回声里的异样更加明显，那规律的杂波变得活跃，几乎与我的敲击形成呼应。而那咔声不再是单一的轻响，变成了一连串快速的细密的咔咔咔，像是许多细小坚硬的东西在相互摩擦碰撞。水汽感也更浓了，
甚至带上了一丝若有若无的铁锈味。更让我头皮发麻的是，在杂波和水汽的底层，我隐约听到了一个极其缥缈的断续的旋律，不是通过空气传播的声音，是直接烙印在物体振动频率里的记忆回声，像是有人曾在这里贴着墙反复哼唱过一首调子古怪的歌，旋律不成调，只有几个音节来回重复，带着江南小调的婉转，却又扭曲变形，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阴森。林师傅，顾先生见我脸色发白，一动不动，忍不住唤道。我猛地回过神，后背已被冷汗浸湿。顾先生，我放下工具，声音有些干涩。这夹层最好不要打开，里面可能不是藏宝室。那是什么？可能是……我顿了顿，一些不太好的东西。老房子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构。我用了个含糊的词。顾先生脸上兴奋褪去，换上狐疑。林师傅，你该不会是听出了什么值钱东西，想把我支开自己？我苦笑。顾先生，我是探学师，不是盗墓的，信不信由您，但我建议把这面墙封死，不要再动，费用我只收一半。说完，我开始收拾工具。那面樱桃木护墙板在昏光下泛着暗红的光泽，仿佛一张沉默的欲言又止的嘴。我知道那咔咔声和古怪的旋律已经钻进了我的耳朵，恐怕不会轻易离开了。顾先生最终没再坚持，但脸色不太好看。我匆匆离开公馆，回到城郊自己租入的平房工作室。然而事情并未结束。从那天晚上开始，我的耳朵出了问题。不是听力下降，相反是过度敏锐，或者说选择性的敏锐。夜深人静时，我总能听到一种极其轻微的持续的咔咔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像是直接响在我脑子里。还有那断续的阴森的旋律，总在将睡未睡时钻进意识。更糟糕的是，我对声音的解析能力开始失控。走在街上，汽车喇叭声里能剥离出类似呜咽的谐波，风吹过树叶，沙沙声里能听出窃窃私语的节奏，甚至水流过水管，那哗哗声中也仿佛夹杂着模糊的带着水汽的求救词句。我被各种异常的回响包围了，他们无孔不入，干扰我的判断，折磨我的神经。我知道这是探学的副作用，或者说反噬。当你过于深入的聆听某些不该听的东西，那些东西的频率就会附着在你身上，污染你的听觉感知。祖训里管这叫染响，轻则幻听失眠，重则被拖入回响源头所在的那个空间，成为其中一道永恒的声音。我必须自救。我查阅了祖父留下的字迹潦草的笔记，里面提到染响需寻其原点化解，要么彻底封闭原点，要么满足原点残留的念想。原点就是那面有夹层的墙以及墙里的东西。念想，墙里的东西能有什么念想？出来，报复，还是那古怪的旋律再次浮现脑海？或许关键在那段旋律里。我努力回忆，分辨那旋律里扭曲的音节，试着用笔记录下来，哼唱。调子很怪，转折生硬。我找了懂吴语老歌的朋友帮忙辨认，他听了半天，迟疑地说，调子有点像老戏《情探》里脚桂英唱的一段，但词全不对。你哼的这几个音
有点像井底月圆，又不太准。井底月圆，民国公馆，2楼墙壁夹层水汽感，铁锈味儿。疑似戏曲旋律，歌词指向井。一个模糊的、令人不寒而栗的猜想渐渐成型。第2天，我瞒着顾先生再次去了公馆，借口是上次有工具落下，顾先生不在，只有看守的老头。我溜上2楼西侧走廊，那面樱桃木护墙板静静立着，白天看少了些阴森，但那种异常的存在感依然强烈。我没有敲击，只是静静地站着，闭上眼睛，将全部的听觉注意力集中过去。渐渐的屏蔽了其他杂音，那面墙本身微弱的环境回响，建材因温度湿度变化的自然极微震动，空气流动的摩擦被我捕捉放大。在这些自然回响的底层，我再次听到了那个扭曲的旋律，这一次更清晰了些。旋律里的确隐约有井、月、圆的音，但组合起来毫无意义。旋律中还纠缠着深深的恐惧、绝望以及一丝怨毒，还有那咔咔声。当我全神贯注时，那声音变得清晰可辨，不是齿轮，不是牙齿，更像是许多细小、坚硬、光滑的物体在狭窄空间里随着某种震动或水流相互碰撞滚动的声音。鹅卵石？不，更轻更脆。忽然一个可怕的联想击中了我，河蚌的壳，或者牙齿。我猛地睁开眼，冷汗涔涔。不能再等了，我必须知道墙里是什么，否则燃响会越来越严重，直到把我逼疯或者拖走。我看了看四周，从工具包里拿出一个小巧的带光纤探头的内窥镜，这是现代工具，祖辈没有。我在墙板边缘不起眼处找到一个极其细微的缝隙，将探头慢慢塞了进去。连接的手机屏幕上先是黑暗和灰尘，探头缓慢前进，大约深入20公分后，屏幕上的景象变了，不是预想中的砖石或木结构，是水，浑浊的，泛着黄绿色的，停滞的死水。探头的光束照过去，能看到水中悬浮着细密的杂质和絮状物。墙壁夹层里怎么会有水？而且似乎有一定深度。我控制探头转向，光束扫过水下的空间，空间不大，似乎是一个竖向的狭窄的井状结构，内壁光滑，像是抹了某种防水材料，糯米灰浆。井壁上似乎有刻画，但看不清楚。光束继续下移，照到了井底，井底堆积着一些东西，白色的，反光。我将焦距拉近，呼吸瞬间停滞。是骨头，人类的骸骨，不止一具，至少有2、3具，骨骼交错叠压，衣物早已腐烂殆尽。骸骨并不完整，很多细小骨头散落着，那些白色的反光来自头骨空洞的眼窝，以及散落在骸骨间的密密麻麻的珍珠一样的东西。不是珍珠，是牙齿，很多很多牙齿。从大小形状看，有门牙、臼齿属于不同的人，它们散落在骸骨间，在浑浊的水底反射着探头冷白的光，像一片诡异的死亡凝结成的珍珠滩。而那咔咔声的源头似乎就是这些牙齿和水流，或许有极其缓慢的渗流，微动时相互磕碰所发出的。我感到一阵剧烈的恶心和眩晕。墙内藏井，
井中有尸，尸骨间铺满牙齿，这是什么丧心病狂的布置？那古怪的旋律，那井底月圆的歌词碎片，还有水汽和铁锈味，这一切都联系起来了。这里不是藏宝室，是一个秘密的处刑地，或者献祭场。燃响的源头就是这些惨死井中的亡魂，他们的恐惧、痛苦、怨念化作了扭曲的旋律和牙齿磕碰的声响，烙印在墙壁和井水的回响记忆里。我的探查惊扰了他们，现在他们缠上我了，我必须化解，要么彻底封死，要么满足念想。封死，顾先生已经知道有夹层，迟早会打开，而且我的燃响已经深入，恐怕不是简单封堵能解决的。满足念想，这些亡魂的念想是什么？找出凶手，安葬尸骨，还是……我忽然想起旋律中的月圆。今天是农历14，明天就是15月圆。月圆之夜阴气最盛，也是某些东西力量最强的时候。一个疯狂的念头冒出来，月圆之夜再次来到这里，或许能与原点产生更深层的连接，弄清楚到底需要做什么。我知道这极其危险，但燃响的症状越来越重，我甚至开始在白天的普通回响里看到短暂闪现的水底骸骨的幻象。我没有太多时间了。农历15晚上10点，我悄悄潜入公馆。看守的老头喝了点酒，早早就睡了。公馆里一片死寂，只有月光透过破旧的窗棂，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带着铜锤、耳杯，还有一把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民国时期的锈迹斑斑的细长撬棍，直觉告诉我可能需要打开什么。再次站在那面樱桃木护墙板前，月光照在暗红色的木板上，泛着冰冷的光泽，四周安静的可怕。我甚至能听到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但我耳朵里那咔咔声和扭曲的旋律却比任何时候都清晰活跃。它们不再是干扰，仿佛成了环境的一部分，在月光下蠢蠢欲动。我没有犹豫，用撬棍尖端插入上次发现的那个细微缝隙，用力一撬，嘎吱，刺耳的木头撕裂声在寂静中格外惊心。一块护墙板松脱了，后面不是砖墙，而是一扇隐藏的，同样是樱桃木质地的窄门。门上没有把手，只有一个奇怪的像锁孔又像符咒的凹陷。我举起铜锤，深吸一口气，敲在那扇窄门上，咚，声音异常沉闷，像是敲在了实心的金属或石头上，但回声却无比宏大复杂，仿佛不是一扇门，而是一个巨大共鸣腔的入口。刹那间，无数声音的碎片如同决堤的洪水，通过铜锤敲击的震动冲进我的耳杯，灌入我的大脑。不再是单一的旋律和咔咔声，是无数声音的混合，凄厉的尖叫，绝望的哭泣，愤怒的咒骂，疯狂的狞笑，还有重物落水的声音，骨头断裂的声音，牙齿被硬生生敲落的声音。在这些声音中，我听到了片段的情景：一个穿着锦绣旗袍的年轻女人被拖到井边，她哭喊着什么，被人用铁器重击后脑，推入井中。井水溅起，一个中年男人被捆住手脚，嘴里塞满破布，眼中充满恐惧，被倒吊着放入井口，缓缓浸入水中。
挣扎直至无声。还有一个更模糊的场景，似乎是一个仪式，有人对着井口跪拜，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将一颗颗血淋淋的牙齿投入井中。而所有这些声音和场景中，都反复出现一个扭曲变形的、充满恶意的哼唱声，正是我听到的那段旋律。哼唱者似乎从中获得了某种变态的快感，是这公馆的某一任主人，一个以虐杀为乐并相信某种邪术收集牙齿的疯子。念想，这些亡魂的念想是复仇，是揭露真相，还是让施暴者也尝尝井水溺毙、牙齿脱落的痛苦？最后一个受害者的记忆碎片尤其强烈，那是一个年轻女孩，她在被推入井中的最后一刻，不是看向凶手，而是死死盯着井口上方某一块特定的刻着花纹的井岩石。她的念想似乎凝聚在那块石头上。就在我被海量的痛苦回响冲击的几乎昏厥时，那扇窄门突然自己向内缓缓打开了，一股浓烈的陈腐的水汽和铁锈味扑面而来，门后一片漆黑，深不见底，但那冰冷的带着死亡气息的回响如同实质的潮水般涌出。更可怕的是，我耳朵里那些混杂的声音突然统一了，变成了一个清晰的叠加了许多嗓音的充满无尽怨毒的低语：进来，下来，陪我们月圆啦。与此同时，我感到一股无形的冰冷的力量抓住了我的脚踝，正在把我往门里拖。不是物理的抓握，是直接作用于感知的，来自无数怨念的拖拽。我奋力挣扎，想后退，但双腿像灌了铅，不听使唤。门内的黑暗仿佛有吸力要将我吞噬。慌乱中，我瞥见门口内侧的地面上似乎有一个凹陷的卡槽，形状正好和我手中那根民国撬棍的尖端吻合。这是机关，还是留给后来者的钥匙？没有时间思考，我拼尽最后力气，将手中的锈石撬棍狠狠插进那个卡槽。咔嚓，一声清晰的击扩转动声，门内漆黑的景象陡然变化，不再是深井，景象迅速褪色扭曲，变成了一间昏暗的民国风格的书房。书房中央站着一个穿着长衫的模糊背影，他正对着一个打开的通向黑暗深井的入口，低声哼唱着那段扭曲的旋律，手里把玩着几颗惨白的牙齿。幻象还是回想记忆的重现？那模糊背影似乎察觉到了，缓缓转过身。我看不清他的脸，但能感觉到两道冰冷恶毒的视线。他开口了，声音和那哼唱声一模一样，带着残忍的愉悦。新的听课，喜欢我的藏品吗？他们的声音很美妙吧？他指的是井中的骸骨和牙齿。你是凶手？我艰难地吐出字。凶手？不，我是艺术家。模糊身影轻笑。我在收集最极致的恐惧回响，溺死的窒息，骨肉分离的痛楚，还有牙齿脱离牙床时那一声轻微的咔，这些都是无与伦比的音符。我把它们封存在这里，这面墙，这口井，就是我最伟大的乐器，我的永恒回响室。疯子，彻头彻尾的疯子。现在你听到了？模糊身影朝我走来，虽然只是幻影，却带来巨大的压迫感。你也成了这回响的一部分。
留下来吧，你的耳朵很特别，能听到更多细节，你的恐惧也会成为新的乐章。他伸出手抓向我的耳朵，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手中那根插在卡槽里的撬棍突然剧烈震动起来，紧接着整面墙、整个书房幻象都开始剧烈震动。模糊身影发出惊怒的吼叫：谁在破坏我的？他的声音被一阵更宏大、更古老的回响淹没了。那不是我之前听到的任何一种声音，那是这栋建筑本身的地基回响，是更久远的这片土地的记忆。泥土的厚重，岩石的坚定，根系的蔓延，一种沉稳、博大、充满生机的震动频率从地下深处传来，通过撬棍这个钥匙被激发、放大。这频率与那疯子收集的死亡回响格格不入，甚至天然克制。幻象中的书房像摔碎的镜子一样崩裂，模糊身影在怒吼中消散。墙内真实的景象再次浮现，那口狭窄的尸骨井，但井壁上的某些古老符文之前没看清，在地基回响的激发下微微发出淡金色的光芒。井水剧烈翻腾，水底的骸骨和牙齿也在震动。那个年轻女孩记忆碎片中关注的刻着花纹的井岩石突然咔嗒一声弹起一小块，露出下面一个空洞，里面似乎藏着什么东西。冰冷拖拽我脚踝的力量消失了，我趁机抽出撬棍，它已经变得滚烫，踉跄后退几步，远离那扇敞开的窄门。井水渐渐平静，骸骨沉底，那些淡金色的符文光芒也慢慢暗淡下去。但我知道事情还没完，疯子的幻影被暂时驱散，但他的作品还在，怨念还在，而且那块弹起的井岩石，我强忍着恐惧和恶心，再次凑近窄门，用手电照向那块井岩石下的空洞。里面没有珠宝，只有一个小小的防水的油纸包。我用撬棍尖端小心地挑出来，油纸包很轻，打开，里面是一叠发黄脆化的信纸，还有几张老照片。信纸上是娟秀的字迹，属于那个年轻女孩，她叫苏婉，是公馆主人，那个疯子新娶的姨太太。信中记录了疯子的变态行径，他如何杀害前几任姨太太和仆人，将他们投入井中，敲下牙齿收藏，并相信某种邪术能让他获得聆听幽冥的能力。苏婉发现了秘密，偷偷记录，并藏起了疯子与某些神秘人物来往，提及更庞大邪恶计划的信件副本，以遗失。他预感自己也将遇害，留下这些，希望有朝一日真相大白。照片是偷拍的，模糊，但能看出疯子与几个穿着怪异黑袍的人的合影。背景似乎是某个祠堂，供桌上摆放着许多装满牙齿的罐子。原来如此，这不只是一个疯子的个人暴行，可能牵扯更广。苏婉最后的念想不是简单的复仇，是揭露，是将这些证据公之于众，阻止可能还在延续的更大邪恶。我收好油纸包，那扇窄门在我面前无声地缓缓关闭，重新与护墙板融为一体，严丝合缝，仿佛从未打开过。耳朵里那咔咔声和扭曲旋律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减弱了很多，变成了背景里极其微弱的杂音，不再具有强烈的侵蚀性。人响被地基回响暂时压制了，苏婉的念想也明确了，但我能感觉到墙内的怨念并未消散，只是沉寂。疯子的幻影或许还会出现。
而照片里那些黑袍人，他们是否还在？他们的牙齿邪术是否还在别处进行？我将证据匿名寄给了有关部门和历史研究机构。不久，新闻隐约报道了某民国公馆发现疑似罪案遗迹，警方介入调查。顾先生大概很后悔买了这房子。我的生活似乎恢复了正常，燃想症状基本消失，又能正常工作。只是偶尔在极其安静的深夜，当我将耳朵贴在自家墙壁上时，偶尔还是会听到一丝极其遥远微弱的咔咔声，像是从城市地底深处，从无数建筑结构的缝隙里传来的隐秘的回响，仿佛在提醒我，那口井、那些牙齿、那个疯子以及可能存在的更多回响室并未真正远离。而我这个曾经燃想又侥幸脱身的探学师，我的耳朵似乎对这类异常回响变得更加敏感了。昨天我又接到一单新委托，郊区一座废弃多年的民国教会医院，新业主想改造。电话里业主随口提到，对了，林师傅，听说老医院的地下室以前好像是停尸房和牙科室。快瘆人呐，您帮着仔细听听，看结构稳不稳。牙科室，我的手指无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耳朵，那里似乎还残留着一丝冰冷的铁锈般的幻痛。探学之行，回响藏胸，耳染一生，永无宁听。